好，这一小节课呢，给大家简单讲讲咱们的一个临摹方法啊。那么上一节课呢，咱们讲到了抓形，其实这里呢，大家要就是搞清楚一件事儿，就是咱们的临摹呢，是你把一个原有的一个参照物，就比如说这只修钩，额外的咱们去把它给模仿画出来的一个这样子的能力，我们会称之为临摹啊，称之为临摹。那么抓形呢，抓形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临摹的手段和技巧啊。抓形这个东西就是临摹的手段和技巧。因为你要去模仿临摹出一个就是东西的话，那你肯定是你要对原有物体它的一个形准啊，包括它里面的各个细节有一定的把控能力。那么抓形就是我们就是临摹它需要的那个技巧和手段了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抓形和临摹它本身就是息息相关、脱不开关系的一个原因啊，一个原因。那么上一节课呢，咱们这只修钩呢是差不多把它的一个头给画完了，那么咱们接下来把它的一个身体给它完善好啊，把它给完善好。大家想要就是把就是临摹这件事给它做好呢，还是要通过就是把抓形练好这件事，我们才能够把那个临摹也给它做好啊。然后呢，这边我们给它放下来是吧？这边给它画下来，一样的，通过这边进行定位嘛。然后我们下面再定一个位啊，差不多下面呢，它这个点位嘛，就这个点位。它就是这个小胸口这里，那这是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左右，咱们给它先画下来啊，先画下来。是吧？然后呢，朝上这边也给它就是补上去啊，朝上这里呢，咱们也给它补上去，是吧？把它一个胸口去给它画出来，然后这边有几个小毛毛，我们也给它画上啊，这边几个小毛毛也给它画上。大家在去就是画画的时候，一定不要去吝啬咱们的就是 Ctrl Z 啊，一定不要去吝啬咱们的 Ctrl Z 啊。就是既然就是咱们都已经用这个那个软件工具去画画了，是吧？那就是做一个卑鄙的电绘人了。那咱们这些就是该用的啊，就是这些工具啊、手段啊什么的，我们都要给它用上，是吧？一笔画不好，咱们撤回吧，是吧？撤回重画吧，是吧？然后这边啊，这边它的一个这个肚皮的位置呢，差不多在这儿啊，差不多在这儿，我们给它连下来，给它连下来。然后呢，把它下面这边给它连过去啊，给它连过去。然后差不多是这样子啊，给它这个小腿呢，给它画一下啊，这个小腿给它画一下。其实这边就已经很好判断了，这边很好判断了啊。我这边的话，把它的一个就是原来的这个就是不透明度给它稍微降低一些，这样的话我们能更好看清它就是下方的一个就是内容啊，下方这个内容。好，咱们再接着来画啊，咱们再接着来画。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得比较清晰了啊。然后给它的小九九给它画上，是吧？小九九给它画上。然后这边给它画上啊，这边给它画上，是吧？另外一只腿呢？另外一只腿我们对比一下它的一个位置啊，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啊，差不多在这个位置。然后一样的啊，我们给它这只腿呢也给它画上，给它画上。这只九九它要稍微往上去一丢丢啊，要稍微往上去一丢丢。把它这只脚也给它画上啊，给它画上。一个尖尖的小揪揪啊，尖尖的小揪揪。然后呢，我们再往右走啊，再往右走，把它的就是另一只就是小腿呢也给它画上啊。然后这边我们判断一下，它其实差不多到这个位置左右，我们这个可以往下稍微挪一丢丢啊，这个可以稍微往下挪一丢丢，
因为它是比较偏这个肚皮呢，它是一个比较偏下的位置。像有些这种小的细节，我们就只能在边画的过程当中边去进行调整啊，因为你不可能就是你的每一笔下来，它就是绝对准确啊，那不存在的，那不存在的。但是咱们可以边画边去调整它的一些细节的点位啊，细节的点位。然后呢，我们到右边这里啊，到右边这里呢，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左右，我们给它擦去啊，就给它擦去。然后它的一个小九九呢，差不多就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哎，是吧？给它这边往右连接啊，往右连接，连接到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啊，差不多就是靠近咱们的这个叫就是屁股头啊，咱们的这个屁股头的一个位置。然后从这个地方我们直接给它连上去，是吧？直接给它连上去，就是贴着这个边缘啊，给它连上去，是吧？把这个弧给它做的就是，哎，弧给它做的圆润巧妙一些啊，把这个弧给它做圆润巧妙一些。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说，哎，把这个就是多余的地方给它擦去啊，多余的地方给它擦去，是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嘛，是吧？然后我们再来接着往上走啊，接着往上走。它这边呢，我们判断一下它的一个背部的位置，差不多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们直接走这个地方，把它给就是连接下来啊，把它给连接下来。好，这个地方把它给连接下来。然后我们再接着啊，在这个地方把它脖子啊，就是已经失散很久的脖子了啊，就是现在终于要把它给连上了，是吧？终于把它连成了一个整体啊，连成了一个整体。哎，这样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合啊，一个完整闭合。然后我们再去给它脖子这里哦，还有2根小毛毛啊，也给它画上，哎，给它画上，哎，是吧？2根小毛毛给它画上。哦，屁股这里也有3根小毛毛，给它画上。之后呢，就只剩下它的一个就是这个了啊，只剩下它的一个这个就是身体内的这条线啊。我们看一下身体内这条线，差不多到这个位置啊，到这个位置左右，我们就可以开始拐弯了啊，可以开始拐弯了。然后呢，差不多拐到是，你看这个地方是差不多1/2的位置吧，是吧？我们也是在差不多这边1/2的位置进行拐弯。哎，给它拐过来啊，给它拐过来。然后呢，把它的一个腿给它画上啊，把它一个腿给它画上。这个腿呢，其实我们也很好判断。你看它这个点位在这儿嘛，是吧？它这个点位离上方就比较靠近，这个我们就很好判断。因为这么一点距离，有的时候为什么我就 Chris 不在左边这边再去，就是左边也拉，右边也拉？因为其实你看这么一点距离，它是非常方便咱们判断的。你说就是，比如说可能这么长的一个距离，咱们很难就是一下子就是你把这么长的一个距离比较准确的判断，但是你看这个距离它只有这么短，是吧？这个距离它只有这么短，这么短的一个距离，我们在这里你看跟上面这条线它有多大的一个差距，其实我们直接通过肉眼就能够判断出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Chris 没有在就是很多地方我都挨个去在左边也给它打出来的原因啊，因为其实像这些点位的话，它已经是很好判断了，因为它们就比较短嘛，是吧？没有那么长，那么长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哎，会判断有些误差。这种短的话，它误差就会比较小啊。所以大家呢也是要对自己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判断能力也要有一定的自信啊，是吧？我们在这边去给它画上啊，这边给它画上，把它一个腿呢给它连接下来啊，这边腿给它连接下来。哎，给它画上，哎，给它画上。然后哎，多余的地方给它擦一擦啊，多余的地方给它擦一擦，是吧？哎。然后呢，这边给它哎，最后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这边这条线，我们再给它连上啊，去给它连上。哎，差不多就这样啊，差不多就这样。OK， 好了，然后最后还剩下一个它的修微疤啊，它的一个修微疤。
修一八这个就很好判断了，是吧？它就是一个像那个瓜子仁一样的东西，是吧？这个咱们直接给它一加不就加上了吗？是吧？这个很好画啊，这个很好画。好，咱们呢看一下哦，这边胸口这里给它添上几撮它的一个性感的小胸毛，是吧？性感的小胸毛。然后右边这里给它添2笔，是吧？这边给它添2笔，下面这边给它添2笔啊，这边给它添2笔，这边也是啊，给它添2笔，是吧？它身上的一些那种就是像这种小细节呀，就能给它加出这种它身上就是毛茸茸的感觉，是吧？毛茸茸的感觉就是作为咱们这种小动物呀，它这种毛茸茸的感觉啊。然后这边也给它添上2笔啊，这边给它添上2笔，是吧？你看它整个的话，咱们这个形它不就出来了吗？所以临摹和抓形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难啊。你只要就是多去练习，你看是吧？咱们就是临摹抓形这个东西，我真的有一说一，你要去真的你要像个打印机一样，100%把它临摹出来，你90%把它临摹出来，那不存在的，就是没人是就是画画说就是我要当个打印机啊，我学画画我就是为了当一个打印机，我当一个照相机是吧？大家都是通过临摹抓形去锻炼自己的一些能力，比如说对比例的敏感度，对一些图形的记忆能力，包括就是咱们的一些抓形能力，因为你的抓形能力上来之后，你对比例的敏感度上来之后，你在之后你自己能够去画东西的时候，你去就是在画的时候，你的一个画速度也会提升上来。你画的每一笔在就是不断的练习下，你知道应该这一笔去到哪里，它的一个形准没准，你就在脑子里就已经有一个形成了一个判断的依据和标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佬他就是哪怕他再厉害，他也会就是抽点空子去做一些这种抓形临摹练习的原因啊，因为这个就是基本功啊，没别的，这玩意儿就是基本功这个技能，所以说就是基本功你再怎么练扎实，它都不是一件错事啊，它都不是一件错事，它基本功这种东西就是很重要啊，就是很重要，因为哪怕是再厉害的大佬，他们也不会去吝啬提升自己的基本功这种事啊，所以说就是大家在后续的练习当中呢，就一定要去多练啊，一定要去多练。就是你看，像 Chris 这个呢，我把它就是给它挪到左边去对比一下。你说我也不可能说是真的，你看100%的就是，我也不可能说真的就是啊，就是绝对的一个相似什么的。但是呢，你要确保就是，差不多有个就是这么个70、80，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是吧？那你也不可能说就是啊，就是你临了半天，连个就是30、40、40、50的一个相像都没有，那就是这个练的就只能说还得多练啊，就还得多练，是吧？咱们不是为了练照相机，咱们练的是抓形的一些能力嘛，是吧？像前期大家练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很多的这些辅助线，甚至点位去进行帮助大家判断。当你后期就是后续不断练习，通过不断练习的时候，你的抓形能力、临摹能力上来了之后，你可能就是就它这个放在左边，你就不需要右边有太多参考线，甚至你不需要参考线，你就能够直接依葫芦画瓢去给大家进行临摹出来啊。所以说参考线就是什么参考，就辅助线这个东西呢，是在前期帮助咱们就是暂时还没有太好的一个临摹能力的宝子，去就是帮助抓形的一个手段啊，帮助抓形的一个手段。你之后能力上来之后呢，那可能这个手段就对咱们而言，就是它并不是有一个太强烈的必要性了啊。所以说就是前期就是咱们新手宝子呢，Chris 还是建议大家啊，老师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要多去就是打辅助线啊，多去把这个先把前期咱们的这个对于形的这种把控能力慢慢的先练上来，然后咱们之后呢就能够是吧，就轻巧了嘛，是吧？这个基本功上来之后，咱们就轻巧了嘛。好，那咱们就是临摹呢，差不多就讲到这里啊。下一节课呢，给大家讲讲就是咱们临摹往原创转变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好，拜拜，这节课就先到这里啊。